关先生，乔小姐，这是。在那边，快！这儿。自己走，一个也别放过。是，抓住鬼婆，黄金有赏。是。对不起啊，闪开！我们呀！别抢我的米！让开！别抢！让开！我的米！别抢！我的米！阿荣，吓你了的眼睛！贤哥，贤哥，这么巧啊？你怎么在这儿啊？啊，走，去我那儿，走，走。哎呦，我怎么在这儿碰见你了？来，让一下啊！没有想到是这么一个见面方式啊！那个久别重逢，咱得喝点酒啊！这是葡萄牙的波特酒啊，皇军送的，味道非常好，你尝一尝。今天碰面我太高兴了，你动筷子，大哥，怎么样了？贤哥，您别客气啊，我去，马上就回来。一句都没问出来啊！弾が肺を貫通しており、アトレナリンを打っても無駄です。田中医生说，子弹穿透了肺部，人已经不行了，打肾上腺素都没有用。我他妈还费什么劲呢？哎呦，哎，你怎么没动啊？这全是给你做的，咱今天不醉不归啊！来，好喝，吃肉啊！自投罗网。Now look what's happened. Jimmy stopped, and I nearly got tricked down with him. Are you satisfied now? 杨昌，我们不想你有吃有喝，不去也是等死啊！我们没有选择。谁？ I'm David, the secretary of the British Consulate. 是我们该领事馆的求救纸条。闹了半天，
那天我从你那儿拿走的钱，那是你贤哥的全部家底儿啊，你还一分不少的全给了我。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这事儿在我这儿可过不去啊，贤哥，要不是有你这义薄云天，我哪来的钱能跑到澳门来？哪来的钱能东山再起，混出今天这个模样啊？啊！是啊，我也真是没想到。贤哥，您是这个啊，从今往后，有我黄公杰在澳门的一天，就有你贤哥享福的一天。哎，喝酒啊！啊，来，咱碰一下。来。我喝不了酒，我喝半杯就醉。那你吃菜啊，吃菜。哎，何先生，你这老家是哪里人呐？啊，你家里还有些什么人？你在做银号之前还做过什么买卖没有啊？ I'll say it again. I will not say it again. I don't want your cursed money. I want to live. To live, damn it. I'm sorry. Since Japan declared the war, the empire presence across the Southeast Asia has completely collapsed. Our consulate is now under forced surveillance by the Sawa Agency. We can barely guarantee our own safety, let alone arrange a secure passage for your group. And all of this, James's life, just for them to turn their backs on us. For God's sake. David, standing in front of you are soldiers of the British Army. They fought for the death for the Empire, and then the Empire just abandons them? The only person willing to lend a helping hand, and who was wrongfully imprisoned by the British, might I add, is this Chinese person, Yang Cheng. Compared to his kindness, his tolerance, his courage, the consulate and the Empire should be ashamed of themselves. 原来贤哥之前还做过粮油的生意呢。都是早些年的事了。黄队长，天也不早了，打扰你这么久了，我就先回去了。哎，不着急啊，咱才刚聊到正题呢。眼下我这手上是有一个大买卖，正愁找不着人呢。你又是粮油方面的专家，那这买卖就得交给你了呀。我现在这个样子，哪还能做什么买卖呀？黄队长，我家里人都在等着我，我真的要回去了。哎呀，不去，你一定要听我说完，你一定会感兴趣的，好吧？咱们现在澳门最缺的是什么？是不是粮食？那你知道澳门人为什么都没饭吃吗？因为日本人封了澳门。海上，皇军的军舰给封了，可是还有陆地呢。中山的粮听说也被人扣了，你知道是谁扣的吗？我，黄公杰，老子一手就给他扣下来了。你知道皇军为什么让我扣粮吗？就是为了把澳门饿垮，要饿到澳普政府那些鬼佬彻底服软。你知道我现在手里有多少粮食吗？整整2000万斤。澳门的粮价可都翻了7、8倍了。等有一天澳普政府那些鬼佬真的服了软儿，日本人一解封，我们再把中山的粮运到澳门来一卖，你说咱们能赚多少钱呢？先制造饥荒，再高价卖粮，这就是你的生意啊！天底下还有比这更赚钱的买卖吗？啊！我黄公杰是一个讲义气、知恩图报的人，这笔买卖我就交给你了。只要你能帮我找到买家，我就分1成的利润给你。就这一趟，你可就能赚回10个汇龙银号不止哦。黄队长，我没有那个本事，你还是另请高明吧。我还就看上你贤哥天下无双的幸运了，这事儿交给你我才放心呢。啊，黄队长，贤哥，你不会是看不起我吧？我怎么可能看不起你呢？我只是觉得这笔生意实在太大了，
你总要给我一些时间，让我好好考虑考虑吧。万一我搞砸了，不还耽误你的事吗？贤哥做事儿还真是稳当啊。行，那我就让你考虑考虑，但是得快，要不然这块大肥肉就入别人的嘴。好，那我就先告辞了。等等，阿荣，哎，大哥，整好了。小小心意，不成敬意。哦，黄队长，这些我不能收。贤哥，你就别跟我见外了。先不说咱以后要不要合作一起做大买卖，你现在落了难，兄弟我不能不管吧？阿荣，你带着兄弟们把这些东西都送到贤哥家去。好，黄队长，您的好意我心领了，但是无功不受禄是我何家的家训。我当初给你取钱都是我做银号的本分，这钱和东西，我真的不能收。贤哥做事儿还真是讲规矩啊。好，这钱你要是不收，我也就不勉强了。但是你这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能看着一家人都饿着肚子吧？If your continental really want to save them, maybe I have an idea. What kind of idea? Remember those agents searching through the refugee when we entered Macau? At that time, they were looking for a group of famous Chinese. Do you know who sent them to Macau? You must remember the night you escaped to Macau when a ship collided with a Japanese gunboat, right? Commander Oxin from the Zhongshan anti-Japanese guerrilla force. He's a big hero. He ran the ship to stop the Japanese. Everybody knows him in Hong Kong and Macau. But you mean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is protecting those celebrities? Back at the border gate, I saw a young man with them the whole time. He's the younger brother of the Dr. Ke from the Jinghu medical team. When the gate opened, I saw them getting the Jinghu medical team ambulance and leave. So, you want us to seek help from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But we don't know who they are. You could try your luck at Jinghu Hospital. 就送到这儿吧，我就住在船上，辛苦你们送这么远了。别呀，大哥说了要把何老板送到家，他的话我可不敢打折扣。看什么？看什么？我问你，看什么？强哥，对不住，强哥，里面请。阿姐，这外面遇到一个朋友送的。何老板，东西和人都送到了，那就告辞。谢谢啊。阿姐啊，你在澳门哪来的朋友啊？这么多东西，他们都是些什么人呢？阿爸，一句话我也解释不清楚，回头再跟你说吧。仔仔、西梅都饿坏了吧？来，这里有很多好吃的，来。哇，这么多点心，还有肉。阿爸爱吃啊，吃吧，来。我不着急，船上的邻居啊，有好几个饿的都起不来床了。这么多东西，我给他们送一些过去。这个我拿走了啊。小鱼和小鱼妈呢？拿着。来，拿着啊。阿强，你饿傻了你，快拿着，阿强。我就是饿死
也不吃这狗汉奸的脏东西。什么狗汉奸？我当初跑单的时候，亲眼看见他给日本人当狗，不知道害死了我们多少的同胞。我去找他们，根本找不着，难民太多了。回去。我问你，这些东西谁送的？他们都是些什么人？你刚才不是一口一个朋友吗？现在怎么不说话了？是不敢说，还是没人说？爸，到底怎么了？怎么了？我跟你说，这些人都是汉奸，这些个东西你把它拿回来，你敢说你不知道这一切？是黄公杰硬要给的，说为了报答我当初给他取钱的恩。我本来也不想要的，可家里现在都变成什么样子了？你，爸爸，你给我听着，我们何家祖祖辈辈清清白白，我们全家饿死也不吃汉奸一粒米。阿爸，你别生气了，阿爸，你舍不得是不是？好，那你滚出这个家！阿爸，你别生气啊，阿贤都是为了孩子好，阿贤也是不容易。阿爸，您消消气，你别生气了好吗？我要跟爸爸走。仔仔，仔仔。开门啊！救救我们家孩子吧！开门啊！大夫，不好意思，我们镜湖已经被政府列为防疫医院，只收治霍乱、伤寒、疟疾病人，不能接诊其他病人。有人吗？大夫，麻烦救救我们家孩子吧！夜间急诊追加10块，先交钱吧。我们出门急，能不能让大夫先给孩子看看病？钱我们过户补上。就对不住了啊！大夫，求求你了，别！啊，等一下，仔仔说什么呢？说什么呢？不好，开始发烧了，还得去找医院。走，何先生。中山已探明路线，望从速安排澳门至中山安全转移方式。柯医生，柯医生。柯医生，孩子怎么样？是肺炎，加上长期的饥饿，造成严重的营养不良。孩子的症状已经有些时候了，为什么这么晚才带他来看病啊？再晚了一步，后果可不堪设想啊！说不好，我不是个好妈妈，我是我没照顾好孩子。仔仔，仔仔变成现在这样，都是因为我。但我就不明白了，为什么我就沦落到了今天这个地步？为人子，为人父，为人夫，都做得这么一败涂地。何先生，我和你只打过几次简单的交道，但我对你的印象却非常的深刻。第一次是在澳门码头。你以一己之力独占正经银行，不但打得日本人一败涂地，还替在场所有的中国人赢回了尊严。第二次是在关口内，面对特务汉奸的搜捕，
你看破危险，仗义出手。但最令我刮目相看的就是你替马万基先生换汇的这件事，让我感佩至深。何先生，这就是我对你的印象。柯医生，您夸赞的这些，哪怕其中一点点，我都担当不起。就算我真的像你说的那么好，又有什么用呢？我不还是一个生意失败的商人吗？我的一家老小，不还是要饿着肚子吗？我这个当爸爸的，不还是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儿子命悬一线吗？再看看现在眼前的澳门，那些日寇汉奸、强盗恶棍，肆无忌惮、为所欲为。这个世道，哪有什么是非黑白？何先生，如果你这么想，我可以告诉你一件事：因为你坚持原则、诚信为本，送还了给蒲山罗德里先生的美元，不仅保住了剩下的抗战物资没有出售给日本人，更是替万期他们保住了未来向国内继续供应抗战物资的长期货源。有这种事啊？不仅如此，就因为你的那次诚信，还直接拯救了无数关在闸内的危在旦夕的难民的生命。因为你的诚信，罗德里先生选择更改投票，不仅促成了澳葡政府同意开闸，由此得救的，那就是成千上万的难民同胞啊！听了这些，你还觉得你曾经的所作所为毫无意义吗？今日中国，山河破碎，民族危亡，苦难深重，前路茫茫。现实或许一时黑暗，邪恶或许一时猖獗，但只要你还坚持着这些原则，那就是无边黑暗中那孤寂却又不屈的点点星火。何太太，我也是属于几次误会了何先生的人之一。今天我才知道，彻底的知道了，他原来是一个什么样的人。谢谢你们。柯医生，谢谢你。
音调好了，仔仔你来试试。然后呢，这是让这个乐器可以发出声音最关键的东西，就是它的弓。哦。仔仔，别摸乔爱的琴，该弄坏了。弟妹来了。不会弄坏的。虽然这是仔仔第一次拉琴，但是看得出来他很喜欢，说不定是个拉琴的好苗子。仔仔，你想不想跟乔阿姨学拉琴啊？行。那说好了，等你身体全都恢复了，你就当我的学生，我就好好教你学拉琴，好不好？好，我们说好了，拉钩。拉钩。盖章。柯医生，医药费我还欠着呢，哪能又拿您的东西啊？真的不行。你又不是给你的，仔仔出院了，不用保证营养。行了，收下吧，大不了以后还我就是嘛。谢谢你啊。哎，有个消息你听说了吗？港澳商会除夕联谊会。澳门现在的困境你是最清楚不过的，正好呢，香港商界逃来澳门的人士有很多。总商会举办这个联谊会呢，就是想集合港澳两地商界的力量，群策群力，共克时艰。何先生，以你的能力，应该去参加。我现在这个样子，去了能起什么作用？去了也算是给澳门尽一份心吧。再说了，万琦是这次联谊会的发起人之一，他看见你去了，一定会高兴的。我可少吃点慢点吧。哎，好。乔小姐，还没有打听到你哥哥的消息吗？我也没什么能耐可以打听到香港的消息，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每天买一份《香岛日报》，看看有没有被捕人员的消息。你哥哥是汇丰的管理人员，又是社会的知名人士，如果有什么大的变动，一定会登报的。反过来想，没有消息，或许就是情况稳定的一种佐证。冷不冷啊？他刚出院，别待久了，你们赶紧回去吧。走吧。如果我这里有小鱼母女的消息的话，会第一时间到花尾渡告诉你们。那劳你费心了，乔小姐。哪里的话，他们也是我的救命恩人。如果你们这里先有他的消息的话，也麻烦到八重天给我送个信儿。八重天？我去八重天应聘了，他们缺个乐手。这世道，我们总得想办法活下去，不是吗？凭自己的一技之长吃饭，自立自强，挺好的。幸好没让你当掉这身西装，不然今天的联谊会啊，连个像样的衣裳都没有。怎么啦？还在担心今天晚上要见到金融界那些老同事啊？马老板不是也去吗？只要他跟大家解释一句，那些误会自然就解开了。柯医生说过，那批货还没处理完，马老板现在未必方便解释。放心吧，这么久都熬过来了，我也不在乎被别人多骂两句。那些港澳商界的同业都聚在一起，去了总归方便找找工作吧。哎，柯医生借给我们的钱粮还剩一点，晚上我做2个菜，备个年夜饭，等你回来一家人团年。好。爸爸，我们等你回来一起过年。
你好，你好，请在这儿签到。联谊会还有1小时后开始，现在是自由交流时间，方便港澳各商界朋友们相互认识认识。知道了。哟，这不是何贤何大老板吗？刘老板，你朋友啊？哎，不敢当，我们小人物不配跟何大老板做朋友。人家何老板是为了发国难财，可以坑害香港金融街整条街所有同行钱的人，这本事啊，你让我学我也学不来呀。这就是那个趁日本人开战坑同行钱的1号老板。除了他还能有谁呀？一开始我们还不知道，直到澳门开关的时候，看到他跟黄公杰称兄道弟才知道，人家早跟汉奸穿一条裤子了。黄公杰，你是说？是啊，就是那个扣了全中山粮食的大汉奸。澳门落到这步田地，全拜那个狗汉奸所赐。哎，各位，我理解，今天这个港澳联谊会，我们的目的是共克时艰，解决饥荒。但是我不理解的是，为什么制造饥荒的汉奸，他的同伙也能混进这个场所？大家说，应该怎么办呢？怎么办？滚出去！对，给他滚出去！谁在大庭广众之下放臭屁呢？声音挺大，味道还挺重啊！是谁？接着说呀，接着骂呀！哎，黄队长，别误会，只是遇到了几位同行，大家在聊天而已。杨哥，你只管指出来刚才是谁骂你，我黄公杰帮你出气啊！哎，黄队长，您不是说小爷那批粮食找一个好的下家吗？我正在跟同行商议呢，刚刚有了眉目，这么大的生意，难免有人眼红，抱怨几句，您别太在意。那笔生意有眉目了啊？要不然我们换个地方，我详细的跟黄队长汇报一下。行，去我那儿啊！走，太好了。呸！狗汉奸！哎，我看你不是找不着，你是怕人家骂你是汉奸，坏了你名声吧？既然是这样，那咱们就打开天窗说亮话吧。是，现在整个澳门都骂我黄宗杰是大汉奸，让他们骂呗，可他们骂掉我一层皮，骂掉我一块肉了吗？杀人越货金腰带，修桥补路无尸骸，他们会吗？他们敢吗？日本人干活怎么了？啊，人家真金白银的给啊！何先生，跟我打交道，这狼狈为奸4个字儿，你是跑不掉了。那帮人的嘴脸，你还没看够。与其背个骂名，不如跟着我一块好好干。那金山银山可就在前头。名声算个屁呀！我实在没那个本事，这笔生意你还是另请高明吧。看来何先生是真不给我面子。我只是做不到，怕耽误了您的生意。叫你一声何先生是给你面子，把这么大的生意让给你来做，是报答你之前对我的恩情，觉得你这个人够义气，讲信誉。何先生，想跟我黄某人合作的人多的是，你可不要不知好歹啊！黄队长，你是一家之主吧？上有老下有小的，你不为你自己想，你也得为你家人想想吧。好话我已经说了一箩筐了，说累了，
喝了这杯茶，我们的生意就算是定了。季馆长，何先生，那个这样，你先到楼下舞厅等我一下，咱们随后再谈啊。阿荣，你带何先生到楼下舞厅，这算我的，好吧？是。阿妈，阿妈，阿妈，醒醒，阿妈，阿妈，阿妈。小妹妹，但是哭有什么用呢？给安许找吃的，或许你妈还有救。妈妈，你等着我，我现在就去找吃的。六，要不你还是跟黄队长说一声，我还是先回去吧。待会儿还找你呢。那个哪儿都别去。各位来宾，你们好！在这儿，我隆重的宣布，著名小提琴演奏家乔英婉小姐正式入驻八重天舞厅，担任我们的首席乐师。我们大家以热烈的掌声欢迎她的首次演出。おい君、軍艦マッチを演奏してくれ。この宴を盛り上がる你首席乐手金沙舰长命令你演奏《军舰进行曲》。这首歌我不会。あ？それなら枝島健二の歌に変えてすぐで演奏してくれ。那就换成江天岛剑河之歌，开始演奏。日本歌曲我都不会。我牛逼人！酒先生，别生气。乔小姐呢？一个是没有乐谱，第二个呢是没有排练。确实是这日本歌曲啊，不太会，还请见谅。日本の曲ができないなら、お前たち中国の曲ができるんだろ。日本的歌你们不会，那中国的歌总该会吧？お前たち中国的，那就来一首人気歌手中国的《鹤立君再来》。それやれ！贺日君再来。哦，好的，何日君再来。違う、鹤立君再来。我々漁軍や上海を再び占領するを祝うために作られた曲だ。だけじゃなく、ここにいる全員が歌う。贺日君，预备。差不多。小姐，你看这种情况，要不你委屈一下。小姐，喂！先生，赶紧回来！这个乔小姐身体不太舒服，这样我去了解一下情况，你先休息。经理，安排别的节目，安排别的节目。知道了，你们接着盯着啊。查到了，运尸车确实是从镜湖医院开出去的。不过什么？一般运尸都是太平间的人去运，主任医生去运尸这是第一次。听说
还是那个柯林大夫主动要求去的？通知上果和下党标，就分享会后。这是何必呢？它不就是一首歌吗？你管这叫一首歌？乔小姐，我知道你心里不痛快，我也知道这帮日本人太过分了。可人在屋檐下，他有的时候不得不低头。日本人有多凶，这你是知道的。所以呢，有的时候我们没必要为了一点小事情跟他们硬着对着干，会吃亏的。对不起，洛柏博士，我做不到像你一样八面玲珑，更加做不到面对着一帮侵我国土、杀我同胞的豺狼强盗，我还去给他们唱赞歌。如果一份工作竟然要向魔鬼献媚，那不好意思，我现在就辞职。一凡，但是请你不要忘了，洛柏博士，在你葡萄牙国籍的身份下，你流淌着也是中国人的血。